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兜兜。萧炎的三色火莲一出，冰河谷的3位长老生死不知，在场的人都觉得冰河谷输了。魂殿的雾护法更是目光呆滞，心中十分恐惧，想要赶紧逃跑。他的身影刚动，萧炎的一只手臂就轻轻地落在了他的肩膀上，说：“再动一下，便让你烟消云散。”雾护法能感觉到萧炎的手掌中正酝酿着一股凶悍劲力，他知道只要自己敢乱动，萧炎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杀了他。雾护法威胁萧炎，要是敢杀自己，魂殿必定会让他在中州难以存活。雾护法的威胁对萧炎不起丝毫作用，他召唤出陨落心炎，包裹住雾护法的灵魂。陨落心炎灼伤灵魂的效果，让雾护法顿时大声发出惨叫。萧炎紧紧掐住他的脖子，这种痛苦比不上药老在魂殿所受的1/1000。清脆的拍掌声突然在天空上响起，天双子看着萧炎说：“没想到这次连他也看走了眼。”萧炎刚想说话，但天火3玄变的时限到了，他赶紧吞下几颗恢复斗气的丹药。萧炎将地妖魁召回身边，保护自己。天火尊者让萧炎去休息，天双子交给他就好。就在萧炎身形刚准备退的时候，铺天盖地的黑雾暴涌而来，露出10道身影。为首的是一名身着黑袍的蓝衣老者，也是一名斗尊强者。他们的出现让萧炎和天火尊者的脸色瞬间一变。来人是魂殿的青海尊者，实力比天双子还强，是一名2星斗尊。雾护法见到青海尊者，嘶吼着让他将萧炎抓住，说萧炎是店主指明要擒拿的人。萧炎眼神一冷，用陨落心炎将雾护法包裹住，一把塞入玉瓶封印住。青海尊者没有想到萧炎竟敢当着自己的面封印雾护法，他让萧炎将雾护法放出来，再跟他去魂殿走一趟。天火尊者脸色一沉，刚想行动，却被天双子紧紧牵扯住。天双子想要讨好魂殿，让青海尊者安心擒拿萧炎，其他的不必操心。青海将目光从天火尊者身上收回，微微一笑，脚踏虚空，身形瞬间浮现在萧炎面前的空间。萧炎周身的空间瞬间凝固，处于虚弱期的他根本无法挣脱开。就在青海的手掌即将落在萧炎的天灵盖时，一股更加磅礴的空间之力出现，让青海尊者的身体都停滞了一下。一道白衣牵引出现在萧炎的面前，说：“伤了他，你便死。”青海身体一震，脱离了周身凝固的空间，迅速后退。质问面前的人是谁，竟然敢管魂殿的事。这道白衣牵引就是将恶难毒体完全控制住晋级为斗尊强者的小医仙。萧炎看到小医仙成功控制恶难毒体，声音中有掩饰不住的欣喜。青海能感觉到小医仙的实力或许比他还要高上一线，他威胁小医仙不要干涉萧炎的事情，毕竟魂殿不是他能得罪的势力。面对他的威胁，小医仙只说从未听说过魂殿，即便听说过，魂殿也比不上萧炎一丝毫毛重要。他的话彻底惹怒青海尊者，青海下令让魂殿其余9人擒住萧炎，他亲自来对付小医仙。魂殿其他9人的实力都不弱，为首的甘大是一名7星斗宗，萧炎如今的状态还真的无法与他们周旋。小医仙见他们9人朝萧炎包围而来，嘴巴一张，一道灰色雾气将萧炎周身的空间笼罩住。这道看似普通的灰色雾气，却蕴含着极为恐怖的剧毒。魂殿中的一个人一接触灰色雾气，便急忙后退，运功驱毒。见其他人不敢再轻举妄动，小医仙轻笑着说：“今日便拿你来试试斗尊强者究竟有多厉害。”仅仅一招，青海就被小医仙撞得连退2、3步。在将体内的毒气逼出后，青海十分震惊。小医仙手上的毒是他这些年遇见的最毒的毒气。击退青海后，天火尊者说萧炎有伤，他来破开天空上的寒气屏障，让小医仙带着萧炎走。天双子见天火尊者的动作，赶紧叫上青海一起动手，不能让他们跑了。但他们刚动身，小医仙手一挥，无数的灰色斗气弥漫而出。青海和天双子忌惮小医仙的毒气，不敢上前。此时天火尊者打出了一条通道，他们3人正准备进入通道时，旁边的空间一阵扭曲，一个冰冷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：“没想到恶难毒体居然还能被控制，我倒是失算了。”一方寒冰王座从空间浮现，王座上一道身穿白袍的身影缓缓站起。这个突然出现的人就是冰河谷的谷主冰河。见到冰河出现，天双子和青海都十分高兴。青海与冰河见过礼后，便说萧炎是魂殿殿主亲自指明要的，冰河的目的是恶难毒体，萧炎他无所谓。冰河极为炽热的目光投向小医仙，声音异常柔和，让小医仙跟他走，还说自己不会伤他。
小医仙指挥了他做梦2个字，而后用恶难毒气凝聚成毒箭，直射冰尊者的眉心。冰河脑袋微微后仰，嘴巴一张，将恶难毒气吸进体内。吸食完最纯正的恶难毒气，冰河一脸的舒坦。萧炎几人都没想到冰河对小医仙紧追不舍，竟然是因为他自己是后天的恶难毒体，只要得到小医仙，就可以补足他恶难毒体的缺陷。冰尊者兴奋地将这些事抖出来后，手指轻点，对着萧炎3人发起攻击。小医仙和天火尊者2人迎上他的攻击，但却被一招击溃。冰河瞥了一眼萧炎，雪花凝聚出的黑龙咆哮着扑向他。双眼血红的萧炎早就有所准备，一朵有些虚幻的火莲出现在他的手心。就在黑龙离萧炎越来越近的时候，他面前的空间陡然扭曲，2道苍老的身影诡异的浮现，将黑龙击溃。一道青色的倩影从扭曲的空间浮现，说：“他若伤了，冰河谷便没了。”当这道深深刻在心底的声音响起时，萧炎的身体变得僵硬，眼中的血丝飞速退散，手中的毁灭火莲也悄然散去。青色倩影跨出扭曲的空间，在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凝视着萧炎。看到萧炎一脸的难以置信，薰儿终于忍不住笑了起来。听到薰儿喊着萧炎哥哥，萧炎的身体激动地颤抖了起来。他看着面前这个堪称绝色的薰儿，忍不住伸出双臂，一把将她狠狠地搂进怀中。薰儿微微挣扎了一下，就放弃了。他能感觉到萧炎心头压抑的情感。先前出手击溃黑龙的2位老者见萧炎搂住薰儿，薰儿却没有半点反抗时，忍不住翻了翻白眼，说：“这要是传回古界，怕是一堆人都要疯掉。”薰儿身后的小医仙看向萧炎怀中的美人，眼中掠过一丝暗淡。他曾经听萧炎提起过薰儿，也听得出萧炎对薰儿的眷恋。从认识萧炎以来，他只在提起薰儿时才表露出这种情感。现在看着2人拥抱在一起，小医仙心中忍不住更加羡慕。萧炎怀中的薰儿很清楚他这些年都经历了什么，他很心疼萧炎，也很欣慰萧炎并没有被困苦击倒，反而大放异彩，一步步从加玛帝国来到了中州大陆。萧炎收拾好心中的情绪，揉了揉薰儿的脑袋，放开了他。薰儿转身看向不远处的冰河，让萧炎将接下来的事情交给他。萧炎并没有逞强，只嘱咐薰儿小心一些。听到萧炎的话，薰儿脸上的笑容更盛。他并不喜欢萧炎将他们2人之间分得太过清楚。面对萧炎一波又一波的援手，冰河会轻易放弃吗？好啦，今天的视频豆豆就讲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豆豆的视频，欢迎点击订阅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